saw Andorra is where I first fell for her. Let's go east, running down the river. West, we've already been south, yeah, and it feels like home. But my true north is anywhere we can go. Whoa.大家好，我是林。我们现在正从杜哈的机场出发咯，准备要飞向希腊的雅典。起飞后呢，从机窗外往下看，看到的景色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一片片金黄色的沙漠，然后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在往前飞的途中呢，画面又会转变成一大片湛蓝的海水，所以这个从沙漠到海洋的变化，真的让我觉得也蛮震撼，也额外的有感。卡达的机上餐呢，其实我觉得大体上都不错，然后也蛮均衡的。那甜食是有一点点非常的甜，那主餐的部分我觉得非常的好吃。这个都坏掉，然后也凹了。有啊，你刚刚在开，我就有看啊，已经凹凸不平这边啊。从机场到雅典的市区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抵达，我们是选择以巴士的方式坐X95到宪法广场。那单趟的话大概是11欧，是台币的300多块，那非常的方便哦。在地图上你会看到机场坐到宪法广场，那就是巴士停靠站，就在附近，很方便。那这一个宪法广场的左右两边呢，其实都是高级饭店区，比较高档的，那相对一晚的住宿费也是会比较高的。那面对宪法广场直直的往前通到底，就是这边雅典主要的逛街的一条街。刚刚分享的是机场到雅典的市区，回程的话呢，搭乘的巴士搭车处我这边也有做标示，它就是在宪法广场的左边，它就是要回机场的，所以我们特别把住宿选在宪法广场附近，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要往返机场是比较方便的。那这边有框了一区是夜店酒吧区，我们一到雅典之后，因为最主要是要上邮轮，所以我们就先当地的游玩。那刚到的时候，我们住的那2晚刚好不小心选到了夜店酒吧区附近，但是它这一个酒店是非常的文青的，只是夜晚它的声响真的很大声，甚至饭店还附了耳塞，所以赶快换了下船后要住的雅典饭店。目前住的饭店就是在转角处，它其实非常的文青。那看中这个饭店是它装潢的蛮低调的，那又很简约。那它的屋顶上又是可以看到卫城的一个风景。基本上这个雅典的饭店很多的屋顶上都会做成酒吧或是一个露台，是可以方便观光客在夜晚的时候可以欣赏卫城打光的风景。那也有配了就是必备的提神咖啡的部分，沐浴品也是用非常高档的法国品牌。那这就是我说的饭店附近就会有夜店的部分，这可能要避开。那这是饭店有附的耳塞。夜晚打灯的卫城夜景真是让人太惊艳了。在这个露台上它不是每天营业，然后没有什么遮蔽物，所以整个可以好好的欣赏卫城的一个夜景，非常非常的漂亮。
欣赏完夜晚的打灯卫城，白天我们又上来露台了，来看一下清晨的卫城的风光。这是饭店的外观，它就在一个转角处，房间不多，很简单。那早餐呢，各式的面包很丰富，那果汁啊、牛奶这些全部都有，那也有蛋白质类，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是小而巧还不错的一个饭店区。那外面呢做得很巴厘岛风，也有一些木椅，那也可以喝着咖啡在这边小小的休息一下，再开始出发咯。因为有了第一间饭店的经验，所以我们选择下船之后赶紧换饭店。那这间饭店其实距离我们第一间并不远，然后它比较靠近广捷区，整个的风格比较时尚，典雅温馨一点。那它的床数其实也比较多，房间是配置的中规中矩，可是蛮温馨的。那厕所间是采淋浴的方式，大小是蛮适中，所以整体上的整洁度这些备品其实也都是还蛮 OK 的。不过这间的早餐有让我很惊艳，非常的丰富，这个超级好吃的希腊的奶酪起司，然后光蛋类也非常的多。那你要一些健康片啊、牛奶啊、面包啊，还有甜甜圈，就有这么多种的选项。那尤其我刚刚说的这个希腊的起司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那还有看到一台很特别的机器，这是直接就是有各式的果汁类，让我觉得非常的新潮。让我觉得很用心的是，在吃早餐的同时，饭店有准备了一个放映机，是播放了整个希腊雅典一些重要的，不管是教堂或者是观光的重要景点，或者是可能跟他们以前过往的文化历史所有一些相关的，而且是旧照片哦。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当地旅游其实无法看到的，还有像这个旧电车，所以他就一一的把一些就是在地的旧的照片这样做播放，所以这个早餐我觉得吃的很值得，也看到了一些原来以前这边是长这样的。那在还没有修复前的譬如卫城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剧院，都有它原本最以往的一个样貌，还有这一个雅典城市的样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饭店非常的有心，因为毕竟入住这边的以观光客居多，我们也看不到就是这些旧照片的一个对比，所以他把这些很珍贵的旧照片放上来，在早餐的时刻静静的播放着这美丽的旧时光的照片，我真的觉得很用心。那这个早餐我也觉得除了吃得很开心之外，心灵也觉得很富足。这家甜甜圈也是到雅典必吃的，它是手工制作的，然后有结合了一些比较现代创意的一些风味，像它可能会淋巧克力酱然后会有一些脆片，那甚至也会有盐味焦糖酱，这些它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多。后来整间店是
坐满的，也很多人外带，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甜甜圈它在希腊是多么的有名。像游行啊，这不像逛街，这像游行哎，太多人了吧。希腊的沙拉很讲求天然新鲜的一些风味，它是有大量的番茄啊、洋葱啊，还有橄榄、黄瓜这些蔬果去堆叠成一大盘。那最特别的是它都会搭配一块又咸又香，然后很浓郁的菲达乳酪。那这个菲达乳酪我真的觉得好特别，我现在连回台湾都觉得很怀念。这间在当地是属于比较家庭式的餐厅，但也非常的有名。那吃下来2个人大概1000块左右台币，也可以外带它的卷饼，也非常的棒。罗马的市集，那我们主要因为停留在这边天数很少，所以是主力是看卫城。那罗马人在希腊统治时期的时候，就有一些商业跟社会的一些活动。那主要的一些建筑就包括了这个大型的露天广场，那就会看到很多的柱廊啊、柱脚，还有雅典门。这个雅典大教堂是具有希腊式拜占庭式和新古典主义建筑的一个风格。这个广场它是一个核心，它的周围围绕了咖啡店啊、商店，也有街头艺人，是非常的热闹。你也会发现当地人其实也都会聚集在这里。每到任何一个城市，我们都会到当地的超商或是卖场逛逛，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容易看到他们的一些文化，或是他们饮食的一些习惯。那有看到这边又卖了一排的希腊的这些起司，很可惜是冷冻的，所以我无法带回去，真的是超好吃的。那店里也是不管零食啊，各式各样的，还有通心面条，全部都有。宪法广场的卫兵交接也是必看的景点哦，因为他们的穿着跟鞋子还有仪式感非常的足。很可惜我们这一天来，很多观光客等了一会，结果被告知因为下雨，所以他们临时做取消了，那就留点遗憾咯。再来晚餐时间咯，我们挑选了一间希腊餐厅，它在这条街上有好几间，那都是同一个老板。那我们还是想要尝尝看，就是希腊这边的一些菜色。那尤其我对希腊沙拉还是非常的喜爱，因为它的起司或者是奶酪真的非常的特别，也很香。那我们也点了一杯白酒，就是搭我们的餐。那这间店整个的装潢是非常家庭式，很温馨的。那墙上就挂了很大的桌巾，那它就是只要有客人来的时候，它就会铺这个白色的一个桌巾纸。那服务上呢，其实也非常的亲切，那占地其实非常的广。那没有一会儿的功夫，其实店里也就坐满了当地人跟观光客。
直以来我们自由行都喜欢体验当地的美食啊、文化，那比较少会去走访一些精品、名品。那当然，因为我们是自由行，也会考量到就是行李的安全性，所以也不太做代买、代购或是购买一些精品类，我们就以体验当地的生活跟文化为主。那这是走在希腊雅典的一个夜晚，那我觉得这晚上的时候走在这边，因为都有警察，所以其实也都还蛮安全的。那当然我还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太晚回到住所，就是安全是第一的。那因为我们想要看就是在宪法广场这边有一个艺术的沉浸式的体验展，所以我们就趁还没有太晚的时候就到这附近走走。晚上那个喷水池还蛮漂亮的。它有打灯。到了就是这里体验式的艺术展，这个是起源于一个叫做吉米·卡特总统夫人的一个倡议，它主要是保护蝴蝶跟它们的栖息之地。那目的是为了提升蝴蝶跟它的授粉者的一个栖息地。Το μεγαλείο τους. Χιλιάδες μαγικές πεταλούδες πετούν σε μια συμφωνία χρώματος και κύλησης.这一个的主要的沉浸式的体验是让大家懂得就是维护跟蝴蝶的友善，那也提供蝴蝶所要的食物跟生长的空间，那做得非常的漂亮，也让大家可以重视所谓的生态系统。那雅典也有这一个相关的计划活动，就办在这个宪法广场。那这边它是免费入场，透过手机、数位、虚拟跟蝴蝶互动，让大家体验这个蝴蝶的生态环境，那也增进大家其实对蝴蝶的一个了解跟喜爱，我觉得非常的棒。这一晚我们也先确认了之后要搭回机场的bus 买票处就在这边，那请大家期待我下一次的影集是雅典卫城，拜拜。